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、程磊新剧《莫离》造势启动，权谋风云暗涌，追起来真过瘾。莫离空降腾讯即爆火，打破权谋剧过时论。叶离以贤妻伪装复仇，莫修瑶轮椅藏锋芒。离王戏痴面具下暗藏杀机，全员狠人，每帧都是心理博弈。白鹿换脸是演技，程磊眼神压场，没有傻白甜，只有暗潮汹涌的智商对决。这剧证明，观众渴望的从不是套路，而是敢较真的故事。今年的待播剧里，古装戏终于不全是谈恋爱和飞来飞去的仙侠了。莫离突然空降腾讯，一开播就炸了。热度蹭蹭涨，直接破万。那些说权谋剧过时了的人，这回脸被打得啪啪响。腾讯这波压赚了。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复仇故事，但不简单。女主叶离是骊山惨案里活下来的叶家长女，她嫁进了破败的定王府，老公是双腿残疾、从不出门的定王莫修瑶。同一天，她青梅竹马的离王却娶了他妹妹叶莹，场面热闹得不得了。一边锣鼓喧天，一边冷冷清清。花轿抬进破府，没人迎，没人看。可叶离不哭不闹，盖头下的眼神平静得像湖水，底下却全是冰。她表面贤惠，天天给王爷端茶倒水，操持家务。背地里，她在查当年害她全家的仇人名单，一个一个算账。手段稳、准、狠，不动声色就把人给办了。可她不知道，她老公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定王莫修瑶坐轮椅不出门，外人说他是废人。其实他脑子转得比谁都快，早就看出叶离不对劲。他每走一步，他都在暗中盯着。两人白天客客气气，晚上各怀心事。一个想复仇，一个想翻盘，谁也不信谁，却又不得不合作。更绝的是离王，白天在戏台上唱戏，摇着扇子，疯疯癫癫，像个戏痴。晚上一进密室，脸一沉，眼神像刀子，开始调兵遣将。一句卧薪尝胆代天时，把野心全藏进唱词里。这哪是王爷，简直是影帝。这三个人全是狠角色，新娘是刀，新郎是狼，青梅竹马是蛇。一场婚礼，三副面孔，全是戏。你说这剧能不抓人吗？演员也真没掉链子。白鹿这次完全变了个人，以前她演的都是活泼少女，这次演叶离，全程收着演。大婚那晚，她给莫修瑶脱外衣，动作温柔，眼神却像在搜情报。低头那一瞬，手指掐进掌心，恨意全藏在细节里。观众都说这不是白鹿，这是换脸式演技。程磊更绝，轮椅上的王爷话不多，眼神一扫，全场安静。怀疑叶离时，他不发火，就轻轻敲扶手，嘴角一扬，那笑让人脊背发凉。明明动不了，气场却压得住整个王府。什么叫人狠话不多？他也明白了。离王虽然演员还没公布，但片段一出，网友全炸了。台上唱戏多情郎，台下冷血阴谋家，反差大到像两个人。这种角色演不好就是浮夸，他演得刚刚好。还有杨淑一演的妹妹叶莹，不是那种傻白甜，抢了姐姐的婚事，得意洋洋。可后来发现离王不对劲，笑容慢慢僵住，眼神开始发抖，从虚荣到恐惧，演得有层次。这剧最爽的是，没人是傻白甜，也没人是工具人，每个人都有算盘，每句话都有潜台词。吃饭是试探，喝茶是交锋，连对视都像在过招。没有大喊大叫的狗血，全是暗流涌动的心理战。它不靠特效，不靠撒糖，靠的是剧本扎实，节奏紧凑。
你得动脑子，不然一眨眼就错过关键线索。这种剧现在太少见了，观众早看腻了一见钟情加误会、分手加复合的套路。莫离来了，像一盆冷水，把人浇清醒了。最后，我觉得这剧火不是偶然，大家其实不讨厌古装，讨厌的是敷衍，讨厌明明是权谋，结果全在谈恋爱，讨厌主角光环太强，敌人全是傻子。莫离不一样，它让人看到国产剧还能认真讲一个复杂的故事，还能让演员用演技说话，而不是靠滤镜和热搜。这不只是白鹿和程磊的胜利，更是观众对好内容的投票。我们不是不爱看国产剧，白鹿莫离素服路透太惊艳了，瘦到脸超小，男主官服造型真帅。横店影视城莫离剧组意外泄露的一组路透照让全网炸锅，白鹿素衣麻布梳大髻瘦成纸片人，评论区秒变审美辩论场，原来丧服裹身也能美得让人心颤。男主程磊紫袍官服配轮椅，病弱王爷一个抬眼镜让网友集体倒戈，权谋剧造型终于不用镶金戴银了。这波颠覆性操作彻底撕碎了古偶流水线的珠光宝气滤镜。网上突然爆出白鹿在莫离片场的路透照，满屏素白丧服，看的人倒抽冷气。头发紧贴头皮梳成紧绷的大髻，整张脸瘦的只剩巴掌大小，侧颜下颌线锋利的能当裁纸刀。这与他上个月唐宫奇案红衣金甲、牡丹花店插满头的造型天差得别。有人扒出对比图，左边是烈火燎原般的女侠客，右边成了雪地里折翼的孤雁。导演林玉芬用零头是零腮红的处理手法，把演员直接扔进角色骨髓里。化妆组透露，每场戏前需用石膏倒模压平法令纹，只为了放大白鹿眼中那种淬了冰的倔强。评论区吵得不可开交，热评第一条高赞5000，白鹿瘦的能夹3根筷子。紧接着就被剧粉回怼，夜里本就要亡国又丧父，瘦脱香才够真实。造型师点赞某条专业分析，唐代丧服制式需用麻布7层叠加，但为避免演员中暑改为单层真丝，衣襟处磨破的毛边却是真用砂纸摸了整晚。原著党翻出小说片段佐证，夜离战场归来只剩92斤，白鹿这波是拿命贴角色。此前表妹万福被嘲的竹竿腿争议，这次反成神还原铁证。更绝的是男主程磊的官服造型，紫色缎面袍子上身瞬间引爆热搜，官微紧急放出3张高清剧照，救场莫修瑶坐在紫檀木轮椅里抚弄玉扳指，胸襟用金线绣出寸许大的酸泥暗纹。服饰组揭秘，染料是江南老作坊特调的木山紫，需用井水冰镇8小时才能固色。花絮里程磊被威亚吊着拍打戏时，工作人员的举吹风机随时烘烤汗湿的后襟。他与白鹿的雪中对视戏路透转发破10万，网友截出细节，白鹿冻的睫毛结霜仍攥着匕首，程磊覆着面具的右脸在血光里映出疤痕凸起。鞠婧祎粉丝拿出《迦南传》剧照对比，质疑白鹿侧脸抄袭经典角度。美术指导连夜晒出设计手稿反击，白鹿面中凹陷更明显，眼角刻意画下垂5度制造疲态。真正引发行业震动的是林玉芬的底层逻辑，她要求所有女演员洗掉美甲片拍摄，男演员发套全部改用真发钩织。横店某古装剧当场效仿，把原定30斤头饰砍到3两。观众发现清平乐是低饱和度配色比长月烬明的七彩鹦鹉装更耐看，剧组道具间藏着更硬核的较量。白鹿那根素银发簪实为可拆卸暗器，拔开簪尾能抽出半寸刀片。程磊轮椅扶手内嵌12枚毒针，机关按钮做成白玉螭龙雕剑。观众在路透视频逐帧扒出惊喜，白鹿披麻戴孝时腰带系的是活扣死结，暗合原著随时为夫赴死设定。
历史博主考证出官服隔代扣法错误，服装足2小时后晒出唐代壁画截图打脸，3品以上方能用9环叠卸带。双引号，演员付出远超表面。白鹿为丧夫戏绝食3天，拍运雪地镜头时体温降到35度。程磊的轮椅戏拍到尾椎骨淤血，针灸时还被粉丝拍到后背扎满银针。武术指导放出训练视频，白鹿练后空翻撞垮3块海绵垫，程磊学毒药配制竟真去中药房实习半月。最虐的是双人行场戏路透，白鹿求医渗血还要被泼冰水，程磊夺刀反杀时道具刀意外划破虎口，血浆混着真血流了满手。鹅厂最新数据泼来冷水，莫离预约人数卡在48万3天不动。制片人凌晨连线原著作者凤青直播，观众才知名场面夜里射杀仇敌需用真弓箭拍摄。白鹿展示满手水泡时，弹幕突然刷屏预约破50万放花絮。争议漩涡中的造型师扔出王炸，夜离战场盔甲用8000枚真甲片串联，每片耗时要打磨20分钟。有工匠晒出红种指腹照，为赶工期20人磨破100副手套。双引号，观众审美转向比预期更猛烈。厌弃华丽风话题登上抖音热榜，某大热古偶剧紧急重拍女主妆造。白鹿那双素纱鞋成淘宝爆款，商家连夜加单5万双。程磊官服同款布料被炒到2000元1米。最讽刺的是，某 S 家剧组原本预定100斤水晶头饰，看到莫离路透后全改成绒花。小红书博主发起素颜古装挑战，3000网友模仿白鹿丧服照，结果被朝东施笑评。真正的核爆发生在演技层面。白鹿私婚书那场戏路透流出，他突然扯散发祭司吼宁未战骨碎，青筋暴起的脖梗完全颠覆甜宠剧表情管理。程磊更绝，莫修瑶发现妻子中毒时癫狂大笑后，喉结滚动淹血的微表情被截成动图传遍全网。剧组场记本曝光细节，那场戏他连续拍7条，直到眼眶充血。历史教授撰文夸赞，权谋剧终于不用靠慢镜头谈情说爱了。双引号，我们只是终于等到了一部敢认真也值得认真看的剧。